季春时节，万寿寺北面的山坡上，桃花像是被天边的云霞扯落人间，尽数绽放开来。宋昭月带着丫鬟绿珠悠然地漫步于桃花林中，仿若走进了一个属于桃花的世界。姑娘，咱们还是且先回去吧，不然李嬷嬷又要念叨了。回府后，她定会去夫人跟前告状的。怕甚啊，由她去说呗。如此大好春光，岂能错过？哎，绿珠，你去上房瞧瞧今日有何点心，拿些银子去要一叠来。是。打发走绿珠后，宋昭月独自在桃林中转悠，他心里知晓绿珠是在担心自己，怕嬷嬷告状后他的日子愈发艰难。日头渐渐西沉，一行10余人缓缓上山而来。爷，这万寿寺的春日桃花乃是京中一绝呀，现在正开着呢，您可要去瞧瞧呀。万寿寺的桃花果然名不虚传，瞧着主子眉眼舒展。福顺正欲凑去说些讨喜话，却发觉主子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了一处。他立即噤声，悄悄抬眼顺着主子的视线望去。夕阳西下，一个身影静静地伫立于桃花林中，落日余晖为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瑰丽的光晕，于那片粉色的花海之中，美得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。林间的风拂动他的衣袂，半披的长发随风飘散，伴随着漫天的桃花如梦如幻。可眨眼间，神女的裙摆飞扬，似受惊的小鹿般消失于桃花林中。去朝。嘿嘿，好嘞。自家王爷14岁离京赴边疆就藩，整日忙于封地上的军务要政，北击鞑靼，对女色毫无兴致。如今20有5，却仍是童男子一名。福顺都不愿想起此事，只觉得实在丢人。此事若是传出去，谁能相信？堂堂一方手握实权的藩王，都25了，竟还是童子身。未料到这趟万寿寺之行，竟会有如此收获。自家王爷居然动了凡心，只是不知这林中的仙子是哪家贵女。万寿寺客院，二姑娘怎的这般没规没矩，随意四处走动？这寺里可不比家中，姑娘还是好生待在院中，为府里祈福要紧。二姑娘，你……李嬷嬷气得浑身直哆嗦。这李嬷嬷都一把年纪了，气性也忒大了。啊，嬷嬷莫气，我家姑娘素来随性了些。没规矩的贱丫头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好啦，嬷嬷莫要气了。嬷嬷方才说要待于院中，我不出院子便是了。那我现下便去院里走走。刚出门，姑娘，您这般只会惹恼了李嬷嬷与夫人。我不肯嫁与夫人侄子，已然狠狠得罪于她，再多几件此类小事又何妨？即使她老实祈福，乖巧顺从，柳氏难道便会打消她嫁入刘府的念头？不，绝无可能。既然不指望柳氏能放她一马，眼下又何必继续与柳氏之人虚与委蛇？次日早课刚毕，府里突然来人传话说老太太回来了，夫人遣人来接二姑娘回府。忽然一阵喧嚣自寺庙的门口传来，发生何事了？姑娘，许是哪家的贵人吧？只见一群黑衣侍卫簇拥着一名男子自寺庙中走出，无奈相去甚远，他只能隐约地瞧见男子刀削般的侧脸。姑娘，咱们该走了，李嬷嬷在看着呢。宋昭月这才回过神来，只得收回目光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无事。殿下，那不是昨日在桃林里遇到的那位姑娘吗？他昨日连夜使人查了桃花林中女子的身份，乃是安阳侯府庶出的二姑娘。马车渐行渐远，车帘被风轻轻地掀起了一角，一个淡粉色纤细的身影一闪而过，很快便消失不见。走吧。裴明旭收回目光，转身继续前行，只是那微微勾起的唇角泄露了他此刻的心情。母亲万福。柳家乃世家大族，你能嫁过去，乃3生修来的福气。待过些时日，切实定下，你便老老实实备嫁。倘若你不肯嫁，我这上有几个年过50旬的官夫人选，你好生掂量掂量，是嫁我侄儿，还是嫁50旬官夫？柳家如今败落的厉害，府里妻妾争宠乌烟瘴气的，入不敷出。
柳氏的侄儿更是京城出了名的浪荡子，正经的好人家的姑娘无一人愿入此火坑。二姑娘，你莫要不知好歹，辜负夫人的一番好心。难不成二姑娘还想着嫁给贵人？宋昭月仍然低头不语，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。罢了，你是个聪明的，想来迟早能想通。先回院子，晚些去给老太太请安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夫人，没事儿，母亲让回来歇息，晚些去给老太太请安。傍晚梳洗一番后，宋昭月换上了履金百蝶穿花软烟罗齐腰襦裙。姑娘，您早就该穿这条裙子了，这裙子衬得您跟个仙女似的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今日穿它才是正好。这条裙子是她金穗生成时老太太所赏，剪裁与布料皆为上乘。绿珠，你帮我把刘海梳上去。好。收拾妥当后，宋昭月带着绿珠径直前往老太太的福寿院而去。昭月给祖母请安。是二丫头啊，来上前，让祖母好生瞧瞧。堂中众人皆是见过宋昭月往昔留着厚厚刘海的模样，如今再看，恍若隔世。哎呦，好孩子，今日这身装扮甚好，赏心悦目。思及儿子先前所言之事，老太太笑得越发慈爱，自手腕上拿下一只碧玉镯子，给宋昭月戴上。多谢祖母。月儿养于我膝下多年，今日方得见其真容。月儿这般行径，可真是让人寒心。二妹妹，我娘辛苦养育你多年，你竟然如此欺瞒，可见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宋昭月的心中暗自冷笑，柳氏与宋明烟这般一唱一和，分明是想将不念养恩、心机深沉的罪名强加于他。他当初遮掩美貌，只为避开高门联姻，一心只想从父亲的弟子中择一清白的读书人家嫁了，过些平淡安稳的日子。柳氏却逼他嫁进刘府那等火坑，他岂能坐以待毙？展露真容，增添自己反抗的筹码，不过是无奈之举。他知晓展露美貌后或许会引来麻烦，但他从未担心会被送去做妾。老太太和父亲还是要脸的。母亲，我今日梳起刘海，只是为了配老太太赏的这件裙子。若您不喜，我今后便将刘海放下来就是。明言，你的教养何在呢？手指着自家妹妹，成何体统？月儿，日后就将刘海梳上去，如此甚好。后院之事他虽不过问，但并非不知晓。柳氏欲将昭月嫁给他那不争气的侄子一事，他一时知情。洗尘宴毕，众人陪着老太太又说了会儿话，便欲告退。月儿便留下吧，自今夜起，月儿搬至我院子来，陪伴老身。母亲，这恐有不妥吧？怎么不妥？我这把老骨头，想要个孙女承欢膝下都不行。儿媳并非此意，就这般定了。那月儿便劳母亲费心了。老太太拍了拍儿子的手，点点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姑娘，这跟做梦一样，我们居然搬进了老太太的院子。绿珠伺候宋昭月在福寿院东厢房睡下后，躺在贵妃榻上，仍是满脸的难以置信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莫高兴得太早，老太太可是个严厉的主，这福寿院的规矩严谨，日后行事需小心谨慎才是。4月初时，宫中忽然颁下旨意，为皇子选秀，命京畿之地勋贵官宦之家，有女年14至17者，由礼部登记造册，2个月后进宫备选。一听到消息，柳氏恍然大悟，老太太与侯爷想必早已知晓选秀之事。娘，凭什么宋昭月可以去选秀，绝不能让她去。嫣儿，事已成定局，府中唯有她可去选秀。她若入选，于侯府、于你2位兄长皆有益处。娘，将宁国公府的亲事给宋昭月吧，就说她和4公子定亲。不得胡闹，这是欺君，你想害了侯府满门。娘，嫣儿，昭月是庶女，府里在朝中说不上话，那丫头若被选中，最多是个夫人，为人妾室
低人一等。你不一样，你嫁过去便是正妻。英国公府虽不及成国公府煊赫，但也是权贵之家。四公子在府里是个受宠的，今后少不了你的富贵荣华。嫣儿，你放心，娘定会让你风光大嫁的。宋明烟不甘心的撇嘴，他知道娘亲说的没有错，但就是心里堵得慌，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福寿堂，老太太和宋替手正在说话。母亲，此次选秀主要是替未婚的5皇子燕王、6皇子楚王、7皇子安王选妃。以我们府的门楣地位，正妃之位自是无望，但以月儿的美貌，侧妃之位倒是有几分指望。秦王迟迟不肯就藩，同太子分庭抗礼，如今京中形势复杂。安王乃皇后所出，与太子异母同胞；燕王乃皇后表妹淑妃养子，其生母亦是皇后母家表妹，可算是太子一系。楚王同燕王交好，倾向于东宫。此次选秀是我们侯府站对太子的良机呀。母亲，你所言极是，月儿无论是入哪位皇子的府，皆是我们向太子投诚的契机啊。夺嫡之争容不得首鼠两端，太子为正统，内有皇后，外有成国公府的支持。虽然陛下宠爱云贵妃和秦王，宋替手仍决意站对太子。同你媳妇好好说说，一荣俱荣，这个时候莫要误事。宋替手点头应下。晚间，宋昭月从老太太那里得知选秀的消息时，眼里闪过了一丝了然。老太太与父亲想必早就得到了选秀的消息，难怪那日她显露过人的美貌后会如此的看重于她。不过选秀于她而言亦非坏事，高门联姻也少不了妾室和通房，同是与女人共享丈夫，还不如选秀搏一场富贵，嫁入皇家混个品级诰命，当个富贵闲人。以她的家世，王子的正妻之位此时莫想了，但侧妃之位尚可争取。侧妃是正二品，上皇家御蝶，虽婚后要随王爷去封地，但天高皇帝远，上头没有长辈压着，且身为侧妃，无需主持钟馗，趁早诞下子嗣后，她大可安闲度日。初选当日阳光明媚，户部已经严格的核查符合条件的参选女子，制成了花名册。今日宫中宦官与嬷嬷们便照着花名册一一进行初步的筛选，过高的、过矮的、过胖的、过瘦的，肤色不白皙的、五官不正的，身有疤痕、胎记等明显缺陷者，一一挑出淘汰。场面紧张而严肃，秀女们提心吊胆，唯恐自己被淘汰。虽未梳起刘海，但其容貌身姿于待选秀女中亦属出众，颇为顺利地通过了初选。燕王府正殿的西二间，事情办得不错，吩咐下去，继续好生护着安阳侯府二姑娘，确保她平安顺利到殿选。是。京中的探子梳理得如何？哦，殿下请放心，已经全数梳理完，叛变的探子皆控制起来，正在查他们的新主子，很快便将有眉目。叛变的探子查清主子之后，挑一些留下，放些不紧要的消息稳住，留作后用，其余人送去矿山挖矿。这些叛变之人背后的新主子，想来不过是他的那些好兄弟们，若是全部拔除，还得辛苦他们重新布置找空子。他体恤他们辛苦，给他们留着，日后说不定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意料之外的作用。至于之前安插在各府的探子，如今需尽数动起来，尤其是成国公府和安阳侯府的。王生领命退下后，裴明旭食指轻轻地敲了敲桌子，想起白日父皇所说的话，心中思绪万千。储秀宫里，宋昭月谨小慎微的又熬过了半个月，秀女们规矩礼仪也学得差不多了，宫中的贵人们开始陆续召见秀女。储秀宫的气氛紧张起来，不少秀女被陆续召见，这让整个储秀宫都弥漫着一股焦灼与期待的气息。又过了几日，有太监前来宣召，淑妃召见宋昭月。参见淑妃娘娘，娘娘万福。启仪，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看看。是。你这丫头，长得可真美，怪不得呢。你平日里在家还做些什么？回禀娘娘，臣女在家中无事，便喜欢读书习字，
做些女工。倒是不错。说罢便询问起了关于诗书等方面的问题。每每提问，宋昭月总能够提出巧思与见解，让淑妃有些惊讶。她没想到这安阳侯府的二姑娘不光生得容颜绝色，才学也不错，难怪旭儿会递话进来，让她提前赐下凤钗。你写几个字让本宫瞧瞧。娘娘请过目。淑妃接过来仔细地端详一番，点了点头。不错，这支凤钗赐给你了，殿选那日记得带上。本宫乏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宋昭月恭敬地接过了宫女递上的锦盒，行礼告退，心中满是喜悦和激动。淑妃是燕王的养母，燕王此次正要选妃，淑妃赐下凤钗，这无疑是将她指给了燕王做侧妃。正想着，突然听到前头领路的太监道：“奴才见过燕王千岁，殿下万安。”这说曹操，不是想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臣女给殿下请安，殿下万福。无需多礼，起吧。趁着起身的动作，宋昭月微微抬目望去，想看看这位传说中的燕王究竟长得什么模样。这一眼让他心跳顿时漏了半拍。裴明旭的眸光微动，近距离看着二姑娘，她脸上粉云蒸腾，倒是比那日在万寿寺多了些红尘之色，明艳不可方物。她这是从永福宫出来，想来姨母已经将凤钗给了她，想来她应猜到了什么，所以刚才才会如此羞怯。裴明旭眼里带上了几分笑意，但面上仍旧是淡淡的，直接举步朝着永福宫行去。见燕王没有再说什么便离去，宋昭月的心底松了口气，赶忙跟着小太监继续朝储秀宫赶。永福宫内，淑妃见裴明旭来了，面露喜色：“明旭，快过来坐。”姨母近来可好？好着呢，放心。刚才你过来碰到安阳侯府的二姑娘了吧？我已将凤钗给了她，嘱咐她殿选的时候带上，你就等着抱美人归吧。多谢姨母费心。那姑娘的确是不错，容颜绝世，才学也好，配得上你。我就盼你啊，早日成亲生子，你母妃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。姨母，我会的。姨母同母妃是姨家的表姐妹，母妃自幼身体不好，被陈国公府接进京调养，而姨母自幼寄养在陈国公府。姨母、母妃、皇后三人一同长大，都嫁给了父皇。母妃早逝，姨母多年无出，皇后膝下二子高居凤位。这回选秀，你的正妃由陛下做主，应是你表妹陈国公府的三姑娘。现正妃和一个侧妃已定，剩下的侧妃和夫人之位，姨母再为你挑选几个好的，好开枝散叶。明旭先行谢过姨母，但封地事务繁杂，明旭实在无心应对数名女子，还请姨母再选个侧妃即可，夫人此次就罢了。他对女色并无多大兴趣，虽安阳侯府二姑娘是他自己看中的，但他不想像太子和秦王一般，将自己的后院弄得花团锦簇，纷争不断。府里1名正妃，2名侧妃即可。若不是只有二姑娘1名侧妃太过于招正妃的眼，他是不愿再纳1名侧妃的。就只再选一个侧妃？是，劳烦姨母了。见裴明旭态度坚决，淑妃也不再勉强。虽然他不明白裴明旭为什么不愿多纳几个女子，但他深知裴明旭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。他得好好再翻翻储秀宫嬷嬷送来的册子，挑些品行好的过来问话，并再选个妥当的侧妃。臣女见过陛下，陛下万福金安。臣女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。臣女见过贵妃娘娘。免礼平身，都抬起头来。方才抬头时，宋昭月惊鸿一瞥，瞧见上首端坐着5人，正中的皇帝威严无比，左右侧分别坐着4位雍容华贵的妇人。左侧明黄凤袍的是皇后，那右侧应该是冠绝后宫的云贵妃娘娘。淑妃娘娘坐在皇后的下手，与之相对的是楚王生母德妃。淑妃妹妹的眼光可真是好啊，一挑就挑了个容颜最佳的秀女。多谢姐姐夸赞。陛下，秀儿这些年在北疆迟迟不愿成亲，此次好不容易松了口，臣妾想着秀儿喜读诗书，就想给她挑个才貌双全的。这位姑娘我之前见过一次，才学不错，
一手字写的也出色。陛下，淑妃妹妹真是疼爱燕王，慈母心肠，如此国色世间罕有，可遇不可求。还是淑妃妹妹动作快，这燕王北击鞑靼，立下赫赫战功，美人配英雄也是一段佳话。唉，只是可惜了楚王殿下，遇不到如此佳人。贵妃妹妹此言差矣，旭儿作为兄长，又为我朝立下北驱鞑靼大功，淑妃妹妹提前为旭儿挑中一个秀女，有何不可？更何况德妃妹妹挑遍储秀宫，却漏过这名秀女，想来都是缘分。皇后娘娘真大方，都忘了七皇子也要挑侧妃呢。旭儿是兄长，学儿理应礼让，兄有弟恭，长幼有序，方是祖宗规矩，人伦正道。淑妃眼光不错，此女甚配旭儿。景熙帝的话语如同定音之锤，让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。大殿内安静的紧，上首皇帝几人说话，宋昭月等人听得一清二楚。宋昭月在听到景熙帝一锤定音后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，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已定。接着皇后等人问了黄灵如和顺安侯府嫡长女几个问题后，便命秀女退下。他跟着太监回储秀宫厢房收拾了行李，便提着小包袱被送出了宫门。姑娘，先喝口茶吧。宋昭月一大早起来，在太阳底下站了快1个时辰，面圣时又神经紧张，这会儿正是又累又渴。我进宫这1个月，看样子你和老太太的丫鬟学了不少啊。姑娘您在宫里努力，我也要好好努力，将来当姑娘的左膀右臂。姑娘，这选秀当然是选上啦，燕王侧妃。雷明旭静静地立在金碧辉煌的立正殿中，听着景熙帝对他北驱鞑靼之战赞不绝口。父皇过誉了，若非父皇英明神武，全力支持儿臣北伐，儿臣岂能北上痛击鞑靼？儿臣能立刻鞑靼，是父皇教导有方。老五，不论怎么说，你这次北伐大捷的功劳，朕都记着，朕为你骄傲。如今北疆鞑靼之患已除，你也该成亲生子，开枝散叶了。是儿臣不孝，让父皇挂心了。安阳侯的二女，朕看她才貌双全，甚配我儿。你姨母眼光好，到时候要好好感谢你姨母。是，父皇，儿臣遵命。正妃人选已定，是成国公府3姑娘。记住老五，正妃才是名正言顺的妻室，切莫以美色误事。父皇教诲，儿臣铭记于心。那就好，老五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安阳侯府，府里大大小小的主子齐聚在老太太的福寿院。正厅里，宋昭月将留宿宫内选秀发生的事挑重点说了一遍，细细提了殿选时的事情和淑妃赐下的凤钗。好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月儿做得不错啊，想来这几日赐婚的旨意就会传到各家了。昭月能选上燕王侧妃，真是意外之喜。燕王可是手握重兵的实权封疆亲王，日后有了燕王做靠山，安阳侯府也将水涨船高。翌日，天使莅临安阳侯府。圣旨到，安阳侯宋替守二女宋氏昭月接旨。臣女恭领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子闻安阳侯宋替守次女宋氏昭月，秉性端淑，公持殊甚。朕公闻甚悦，特将汝赐予朕之五子燕王为侧妃，钦此。臣女领旨谢恩。终于尘埃落定，得偿所愿。福寿堂，老太太宋替守和柳氏3人围坐在一起，商量着宋昭月嫁妆一事。不知燕王正妃是哪一位闺秀？月儿的这嫁妆不好越了正妃的。啊，是成国公府的3姑娘，成国公世子的嫡次女。昔日成国公世子嫡长女出嫁时，是128台嫁妆。这3姑娘嫁进皇室做皇子正妃，嫁妆肯定比这多。我们就按120台嫁妆备着吧。母亲，
这120台是不是太多了？府里规矩，嫡女120台，而庶女只是80台。僧多粥少，他的3个女儿都尚未婚嫁，给宋昭月的嫁妆多了，分到他子女的头上就少了。月儿是嫁进皇家，她的嫁妆不仅关系我们安阳侯府的脸面，更关系着府里今后的前程。只按着惯例备上80台嫁妆，你是要打燕王、打皇家的脸吗？母亲，我没有说只按80台准备的意思。好了，就按母亲的意思吧，不够的从我的司库里出。夫人，月儿是侧妃，将上皇家玉蝶，待月儿为燕王诞下麟儿，将来最不济也能封个郡王。若正妃无子，侧妃之子便可名正言顺地请封世子，有一个留着安阳侯府血脉的郡王，甚至是亲王世子。这对府里意味着什么呀？那就无需我多言了吧。是妾身短视了，多谢侯爷教导，妾身定会好好准备月儿嫁妆。燕王府书房内，殿下，赐婚圣旨已下，天师已前往各府传旨。安阳侯府和黄侍郎府上顺利接旨，府里和2位侧妃皆喜气洋洋。但是成国公府上在接旨时出了点岔子。说，莫要隐瞒。据探子传来消息，成国公府3姑娘听完旨意后脸色苍白，迟迟不接旨，后来更是晕厥过去。成国公立即以3姑娘身体不适遮掩过去，后下了封口令掩盖此事。哼，命探子加强探查，查清成国公府3姑娘接旨时举止不当的原因。燕王府精心培养出的探子果然有能耐，夜间便将事情的原因传回了燕王府。裴明旭看着写满了密密麻麻蝇头小楷的信纸，下颌紧绷，眼底暗流涌动，心中冷笑。信上写了，傍晚3姑娘同成国公世子大吵了一架，成国公世子怒斥3姑娘不嫁也得嫁，在世子再三逼迫下，3姑娘勉强同意嫁到燕王府。夜间听闻3姑娘与其贴身丫鬟私语，确认3姑娘与太子有私情，将今日成国公府接旨的情形透露给父皇。这个亏他是不会白白咽下的。立正殿中，空气仿佛凝固一般，压抑凝重的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成国公世子诚惶诚恐地跪地请罪，身躯止不住的微微颤抖。成国公立在一旁，半弓着身子请罪，头上也不断地冒出细汗。景熙帝面色阴沉，眼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怒气。景熙帝冷冷地看着成国公世子，一言不发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。成国公世子只觉得每一秒都如同煎熬。圣旨已下，你家3姑娘已是燕王正妃，这次便饶了你们。日后她定当用心侍奉燕王，不得懈怠。皇家早逝的皇子正妃也是常见的。是，微臣遵命，定当好好教导小女，让她日后好生侍奉燕王殿下。陛下，老臣定会命人好生教导孙女，谢陛下开恩。那孽障接旨那天闹出的事，还是被陛下知晓，引来陛下此番敲打，让他这个做祖父的颜面尽失，无颜面君。若那孽障执迷不悟，府里的5丫头过几年就年岁刚好，可给燕王殿下做继妃。日头西斜，宾客散尽，宋昭月带着绿珠去给老太太请安。刚行至花园，路过一处僻静的角落，表妹，你来了呀！刘广宗瞧见了宋昭月，眼睛一亮，色眯眯的在她身上上下打量，四下张望了一下，见并无他人，忍不住上前就要拉她的手。表哥请自重。哎，表少爷，您喝多了。刘广宗被主仆2人冰冷的眼神一惊，顿时想起有战神杀神之称的燕王，那将达达杀得忘气而逃的名声，让他的酒醒了几分。表妹，我这喝多了，你莫要怪罪啊。还有，先前这事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表哥说笑了，你我之间何谈赔罪？刘广宗见他不为所动，居然拿桥，顿时怒火涌上心头。表妹，你这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你马上就要嫁给燕王了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兄妹好生亲近亲近嘛。放肆！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这侯府乃是我姑姑当家做主，
今日看我如何收拾你！说完，刘广宗便要扑上来，宋昭月直接飞起一脚，朝他狠狠地踹去。宋昭月一脚下去，刘广宗惨叫了一声，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。姑娘，您平日练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动作，果然没白练。平日里叫你和我一起练，你不练，要不然刚才你自己就能撂翻他。姑娘，我以后也跟着你一起练。绿珠，你去福寿院喊人。说着，宋昭月快步上前，重重的一脚下去，将快要爬起来的刘广宗又一脚踢了下去。你个贱人！你！刘广宗惨叫了一声，宋昭月又几脚踢过去，刘广宗的脸瞬间肿起，这下子是彻底的老实不出声了。绿珠带着福寿院钱嬷嬷等人到的时候，就见自家姑娘静静地立在那里。二姑娘，你……嬷嬷，你来啦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嬷嬷，您看到了，柳家表哥借着醉意，意图对我不轨，我不得已只好出手，没想到却一不小心失了手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嬷嬷，你也看到了，还是把柳家表哥扶到老太太院子里，让老太太来评评理吧。评什么理啊！你个贱人，你将我打成这样，我定让姑母好好罚你。表哥说话要讲究，不能污言秽语。难道刘府的礼仪规矩都是摆设不成？母亲不是素日最爱说刘府乃世家大族吗？钱嬷嬷不敢接话，只得赶紧叫人将刘广宗带去老太太处。宋昭月带着绿珠则是跟了过去，一脸的轻松。福寿院，月儿来了，快来尝尝这新到的银针。宋昭月走到了老太太身边，接过茶杯，轻抿了一口。好茶。那就好，待会儿带一罐回去。多谢祖母疼爱昭月，昭月今后好好孝顺祖母。刘广宗被人扶到了门口的椅子上坐下，刚想说什么，老太太一个眼神过去，便立马止住。六公子还是莫要说话了，待你姑姑他们来了再说也不迟。一旁的绿珠佩服自家姑娘的淡定，她把夫人的侄子打成这般模样，居然不怕夫人找麻烦。不过她转念一想，姑娘已经赐婚给了燕王，夫人也拿她没办法。宗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姑母，是宋卓越，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老身还没死呢，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喧宾夺主了？进来也不问安，这便是刘府的规矩教养。母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问问你的好侄子，都干了什么好事儿？柳氏看向侄儿，见他眼底划过了心虚，心中一沉，迟迟未开口询问。哼，你这侄儿好在当真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，才没有惹出更大的祸事来。这只是月儿一面之词，月儿一个姑娘家将自家表兄打成这样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月儿，你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父亲，女儿冤枉啊！女儿马上就要嫁入燕王府了，怎么会拿自己的名节开玩笑呢？这分明是表哥他借着酒意对女儿，女儿实在害怕，才不得已出手自保的。你胡说，这分明是你的一面之词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勾引广宗，然后又反咬一口？母亲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女儿马上就要嫁给燕王了，燕王是何等的尊贵，母亲又怎么会看得上柳家表哥呢？母亲，我知道您疼爱柳家表哥，觉得他一表人才，可也不能是非不分啊。柳家表哥如何能与燕王相提并论？若是此事传到燕王殿下耳中，殿下会怎么想？女儿还怎么嫁进燕王府啊？你这……刘氏，你看看你的好侄子，竟然敢对月儿无礼！来人，将这个畜生给我拖下去，关起来！再派人去刘府，请柳家老爷过来。侯爷，广宗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母亲，您忘了，当初您要给表哥说亲，特意安排柳家表哥到后院花园里堵我，让他逼我交换献物。这事儿您忘了吗？
他们只知道柳氏曾想逼昭月嫁到刘府，却没想到居然使了如此不堪损害侯府名声的手段。这万一中间有个岔子，事情传了出去，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柳家表哥，他一定是记恨我当初拒绝了他，所以才故意。好了，莫说了。宋昭月的这番话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。刘广宗这是故意报复，想要毁了他的名声，让他嫁不成燕王。宋替手也是越想越气，猛地一脚踹到了刘广宗的胸口。孽障！谁敢破坏昭月嫁进燕王府一事，谁就是同他宋替手，同他安阳侯府为敌。侯爷，广宗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您就饶了他吧。父亲，此事关系到女儿的名声，也关系到侯府的未来，还请父亲为女儿做主，否则女儿心头之恨难消啊！你，老大，就按月儿的意思办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，而且所有人务必将嘴捂严实了，谁敢透露半句，必严惩不贷。是，母亲。来人，将这个畜生给我拖下去，重责20大板。不多时，院子中就传来了板子声和惨叫声。听着阵阵的惨叫声，宋昭月的嘴角向上弯了弯，然后看向了宋替手，也不说话。来人，将夫人也一并带下去，禁足1个月，每日跪着抄经2个时辰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侯爷，你这是要逼！宋替手不待他说完，便让嬷嬷和侍女将他半扶半拖了下去。多谢父亲为女儿做主。月儿，今后有什么委屈，即使与为父或者你祖母说，我们呀定然不会委屈了月儿你的。多谢父亲，还有祖母。祖母，这是孙女给您新抄写的佛经。哎呦，月儿有心了。祖母，您喜欢就好。父亲，女儿也给您做了荷包，晚些时候给您送去。好。宋替手有些意外，没想到昭月还给他绣了荷包。这样看来，昭月的心里虽然有气，但也只是对柳氏的，对他这个父亲还有老太太还是有心的。只要接下来好好安抚他，他日后定还会念着侯府。一时间正厅里父慈子孝，三人其乐融融。姑娘，你慢点儿。好吧，我们慢点，仔细掂坏了老太太赏的东西。老太太刚赏了2套头面，作为安抚宋昭月今日受惊的礼物。这礼物还当真是赏到了宋昭月的心坎里。她是个俗人，就爱这些珠宝首饰。安阳侯府传承数代，老太太手里不少好东西，况且有好处不拿白不拿。我的乖乖，这得值多少银子啊？你家姑娘我今日运气不错，既出了口恶气，又发了一笔小财。恭喜姑娘！夜幕降临，绿珠服侍宋昭月歇下后，便在贵妃榻上睡下，给宋昭月守夜。姑娘，您睡了吗？还没呢，怎么了？奴婢就是觉得今天真是太解气了，老太太和侯爷终于肯为姑娘出头了，狠狠地教训了柳家少爷，还进了夫人的足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老太太和侯爷可不是为了我，他们是怕我嫁不进燕王府，丢了侯府的大好前程。对啊，奴婢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还是姑娘聪明。所以啊，与其夸老太太和侯爷，还不如夸夸燕王殿下呢。若不是看在燕王殿下的面子上，老太太和侯爷才不会管我的死活呢。也是啊。不过今天这一闹，也的确是解气。禁足1个月，每日跪着抄经2个时辰，够夫人受的了。活该，谁让他总是欺负姑娘，克扣我们院子里的份例。每年寒冬，夫人克扣姑娘院子里的炭火，冻得姑娘瑟瑟发抖。最严重的那次感染了风寒，姑娘差点没熬过去。绿珠一想到这个，心里就满是恨意。好啦好啦，默契啦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会越过越好的。姑娘，我们越来越好。至于刘广宗，今日只是小惩大戒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姑娘放心，奴婢以后一定好好跟着您练，帮姑娘打坏人。就你，还是算了吧，别到时候反被人家给打了。姑娘，绿珠有些恼，气鼓鼓的直捶床。燕王这块牌子还真是好用啊！
接着燕王的事，他与柳氏的恩怨，今日就一笔勾销。禁足加跪着抄经，够柳氏喝几壶了。等柳氏出来，保腿还来不及，怕是没什么精力再挑事了。至于老太太和父亲，指望他拉拔侯府，他爱莫能助。燕王愿意用父亲或者2个兄长，他不会阻止，但是要他说好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些年柳氏搓磨欺辱他们都看在眼里，却只是袖手旁观。况且就算他进府后什么都不做，但只要他嫁进了燕王府，就是已经给安阳侯府和燕王搭上线了，对得起安阳侯府了。燕王府书房内，王爷，安阳侯府的消息来了。今日二姑娘还是如往常一样。王生的面色古怪，欲言又止。怎么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这说。是，王爷，您这还是自己看吧。裴明旭接过了信笺，展开细看。信笺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，详细地描述了今日安阳侯府发生的事。安阳侯府二姑娘，本王的侧妃倒是个妙人。王生顿了顿，想起信笺上所说宋昭月一脚踹飞了刘广宗，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这姑娘要是进府了，不会鲁莽地对王爷动脚吧？不过王爷的身手可不是刘广宗那个酒囊饭袋可比的，应该不会被踹飞。这谁知道这动起手来也毫不手软啊。这都是被逼的。看来本王的这位侧妃在安阳侯府的日子不怎么好过。王爷，您说这安阳侯府脑子是不是进了水啊？居然敢放刘广宗到后院堵侧妃娘娘。这刘广宗平日里欺男霸女，看了不少女子，都是安阳侯府出面摆平的。这安阳侯府还不知这人的秉性啊！哼，是某些人活得不耐烦了，不将本王和侧妃放在眼里。宋替手既然想借着本王的事让安阳侯府更上一层楼，那他就得好好对本王的侧妃。看在侧妃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安阳侯府，杀鸡儆猴险。那咱们刘家不是将刘广宗接回府养伤了吗？派人动手，将刘广宗的颞根和右手给剁了，舌头也拔了，省得听见糟心的事。是。翌日，刘广宗惨遭断手拔舌的消息传到安阳侯府时，老夫人，您说这事儿真的是被柳家少爷害死的那姑娘他们家里人干的？哼，不是他们还能有谁？柳家那个纨绔这些年做的阿扎事不少，怎的偏偏就昨日被人断手拔舌？而且就算真是那姑娘的家人报仇，又怎么可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刘府，还全身而退？官府的人去抓人时，那家人早已人去楼空，根本找不到。既然燕王府将凶手的名义推给了那家人，那就是那家人了。这还没进府，燕王就护上了，今后得待昭月更上心才是。走，陪我去趟锦绣院。锦绣院正房内，气氛压抑。跪下！宋明烟吓得浑身一颤，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你可知罪？宋明烟瑟缩着身子，低着头不敢言语。刘广宗被人断了手脚，割了舌头，你可知晓？我且问你，昨日刘广宗酒后闯入后院花园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哼，不知道也罢。我告诉你，昭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燕王侧妃，刘广宗的下场你也知道了。昨日之事，我已经命人封锁了消息，昭月不知道刘广宗是怎么到的后院。我老婆儿子这次保了你，嫣儿，你好自为之，今后对昭月恭敬些。你记住，冒犯昭月就是冒犯燕王，若是再惹出什么事端，可没人能护得住你。这1个月你就莫要出院子了，每日抄写经书2卷，好好修身养性吧。宋明烟心中又怕又气，却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能哭着点头称是。姑娘，老太太罚大姑娘禁足1个月，每日抄经书2卷。老太太倒是动作快，我还想等她来闹，再接燕王的事，逼老太太他们好好教训她一番呢。可惜了。她发现自己果然不是个良善的人，就是个小人，一朝得势，更要狠狠地踩欺负过她的人几脚。
俗话说得好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变态。他隐忍了快17年，没心理扭曲就不错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做恶人的感觉真是好。哦，对了，姑娘，还有一件事。奴婢听厨房的人说，那柳家少爷被人怎么了？被人断了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听说还被人弄成了太监。如今京城传遍了，柳家少爷是太监了。是哪位壮士干的好事啊？啊，姑娘，你不怕吗？这断手割舌的，想想就害人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是替天行道，行侠仗义。他还想过以后再教训刘广宗这人渣。他听说这个人渣害了不少的女子，苦主告上衙门，都被父亲出面摆平了。天道好轮回，这个人渣终于是遭到报应了。2日后，宋杰明和宋杰西休沐从书院回来。二妹，这是大哥给你带的礼物，这个是醉仙楼的桂花糕，你最爱吃的。谢谢大哥。阿妹，这是我买给你的珠钗，你带着玩。二哥有心了。二妹，你若有什么想吃想玩的，尽管说，我们定为你寻来。宋昭月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是一脸的感激。多谢大哥二哥。宋杰明和宋杰西又说了几句，便告辞了。姑娘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大少爷和二少爷居然会给你带礼物。不过这个珠钗真漂亮，虽是一只，但不比老太太上次赏的那套头面差。看来这燕王的大旗还真是好用啊。这个你拿着，去了燕王府再带。姑娘，这拿着吧，不过眼下还是莫带了，不然他们要气死了。眼下还要哄着府里，让他们多讨点嫁妆。等我顺利进了燕王府，就不用理会他们生不生气了。姑娘说的是。绿珠接过了珠钗，眼中闪过了一丝狡黠。主仆二人相视一笑，屋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氛。翌日，青天剑派人到安阳侯府送来了吉日，燕王和宋昭月的婚礼定在了1个月后。时间紧急，皇家婚礼诸事繁琐，且容不得半点差错。在嬷嬷的精心养护下，一晃1个月过去了。宋昭月本就雪白的肌肤越发的娇嫩，好似能掐出水来。坐在梳妆台前，宫里的梳妆嬷嬷熟练地给她开了脸，接着梳理发髻。娘娘好容貌，实乃世所罕见。宋昭月在众人的伺候下，换上了皇子侧妃的婚服，品红色的婚服繁复精致，屋内烛火下，金线绣的凤纹美轮美奂。那华丽的婚服如同一片绚丽的云彩，将它包裹在其中。此时天色大亮，端坐在贵妃榻上，宋昭月望着房间里熟悉的摆设，阳光透过窗户的雕花，斑驳地洒在她洁白如玉的面庞上。轻轻转头间，凤冠流苏拂过她的颊边。17载春秋在这安阳侯府里缓缓流淌，侯府后院承载着她17年来的回忆，多苦少甜。然而今日即将离开这个小院，宋昭月的心情复杂。自幼生长于此，及笄后就一直盼着出嫁离开侯府。然而这一天真的来临，她心中百感交集。今日踏出这安阳侯府，柳氏、父亲和祖母就再也不能掌控她的命运了。前厅里，老太太、宋替手等人见到燕王，纷纷行礼。裴明旭温声让人免礼。见燕王前来亲迎，老太太等人心中火热。月儿似乎很得燕王心意，这对于侯府简直是件天大的喜事。众人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捡了些客套喜庆话说说，一时间前厅越发热闹而喜庆。宋昭月被喜嬷嬷扶着到了前厅，她的视线被盖头遮住，只能看到脚下。听着周围人的热闹，宋昭月有些紧张。嬷嬷扶着宋昭月站定，引导她拜别了亲人。老太太和宋替手慈爱地看着行礼下拜的宋昭月，脸上满是不舍和喜悦。一旁的柳氏装出了一副慈母样，笑容满面。若是不知情的看了，还以为宋昭月是柳氏的亲生女儿。喜轿缓缓行进，宋昭月坐在轿子里，仍能听到外面街道两旁传来的骚动，以及不绝于耳的惊叹声。哎呦，这燕王娶妻的阵仗可真大呀！哎，这是娶的哪家贵女为妃啊？哎，错了，燕王今天娶的是侧妃，
是安阳侯府的姑娘。原来这是娶侧妃啊，这架势抵得上娶正妃了。哎，就是，自打元泰10年起啊，龙子龙孙出宫见府，老夫这还是头一次见到娶侧妃的有亲王亲迎啊。这安阳侯府好大的面子，燕王竟如此看重这门亲事，想来侧妃娘娘肯定是国色天香。安阳侯府真是养了个好女儿，摊上了燕王府。那可不是，燕王殿下是我朝的战神，手握燕北铁骑。那鞑靼见了燕王的旗帜，都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再也不敢南下。安阳侯府和侧妃娘娘真是好夫妻啊！裴明旭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花轿前，眉宇间流露出了温和之色，俊美不凡的面庞在阳光下更显得格外耀眼。迎亲的队伍经过正阳大街时，路边的百姓纷纷叫嚷着：“啊，这燕王正妃是哪家的闺女啊？哎呦，这今日娶侧妃这么隆重，那正妃的脸上可就不太好看喽。”这听说啊，是陈国公的孙女儿。燕王如此不给正妃和陈国公府面子，居然亲迎侧妃。燕王可是战神，那是龙子龙孙。这正妃和陈国公府的面子，在他月来楼包厢内，刘月莹听着楼下无数百姓如此调侃羞辱自己和陈国公府，心里愤恨难当。你截止那日闹出岔子，就应该料到今日的情景了。燕王殿下如此行事，是陛下默许的，这是陛下给陈国公府的警告。英娘，燕王殿下已知晓你不愿嫁，如今你要做的是好生想想，嫁到燕王府后如何挽回燕王殿下的心，莫要惹得府里跟着继续丢人。陛下说过，皇家早逝的皇子正妃也是常见的。是，祖父。在陈国公目光逼视下，刘月莹脸色苍白，身子摇摇欲坠。侧妃没有拜堂的礼仪，宋昭月被直接送进了新房，引到了喜床边坐下。坐在喜床上，宋昭月微微侧身，头微微地低着，静候着燕王。裴明旭看着身前端坐的红衣佳人，仪态娴雅，神姿婀娜，柔顺地等自己揭盖头，心中莫名一软。王爷可以揭盖头了。裴明旭接过了喜秤，轻轻地挑开了鸳鸯盖头。宋昭月微微抬手，只见裴明旭身穿一袭喜庆的红袍，那鲜艳的红色如同燃烧的火焰，将他的身姿映衬得更加气宇轩昂。乌黑的长发用金冠束住，露出如雕刻般完美立体的五官，对上男子深邃幽暗的眼眸，宋昭月只觉得心跳加快，心中一阵慌乱，如同小鹿乱撞。他忙垂下眼帘去，遮掩着突如其来的羞怯紧张。侧妃娘娘长得真是标致，恭喜殿下。奴婢呀，还是第一次见着如此标致的新娘子。宋昭月闻言看了喜嬷嬷一眼，发现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自己，像是在看一个稀奇的宝物。月儿，殿下，你突然叫得这么亲密，我有点不适应啊。殿下，莫紧张，你先休息，本王先去前面宴客。是，殿下。见裴明旭离开后，喜嬷嬷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。合卺酒，侧妃的婚仪是没有合卺酒的，只有正妃才能和王爷喝合卺酒，这是夫妻成婚专用。侧妃虽然上皇家玉蝶正二品，但说到底也只是妾。就是合卺酒。不同于正妃柳氏是父皇定的，侧妃皇室是姨母挑的，月儿是她自己想娶的。侧妃的婚仪没有拜天地，但婚房内补上合卺酒却是可以的。她执起了酒杯，将其中一支递给宋昭月。宋昭月微微颤抖着手接过了酒杯，侧过身同裴明旭一道，仰头将杯中的酒饮尽。裴明旭长臂一伸，搂着怀中人往后一倒，仰躺在柔软的锦被上。月儿，夜深了，该安置了。宋昭月脸颊飞起红晕，点了点头。裴明旭轻笑了一声，翻身压住她，亲吻落到了她的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唇。
时一刻，晨曦微露，天际才刚泛起了鱼肚白。裴明旭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望见怀中女子安然熟睡的面容，眸底掠过了一抹轻柔的笑意。宋昭月轻皱眉头，悠悠转醒，发现裴明旭正凝视自己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的脸色刹那间涨得通红。昨夜的记忆慢慢回归脑海，他现在只想知道是谁造谣燕王裴明旭有隐疾的，他哪里有隐疾了？有疾的是他。眼下他只感觉浑身骨头都快要散架了。裴明旭这个出哥真是一点也不怜香惜玉。醒了？月儿，时候不早了，该起了。早膳后，二人便上了马车，往宫里赶去。到了皇宫，宋昭月先随燕王去拜见了景熙帝谢恩，接着二人便转到皇后的坤宁宫。从坤宁宫出来，裴明旭带着宋昭月直奔永福宫。快给姨母瞧瞧我们的新郎和新妇。裴明旭和宋昭月也忙行礼问安。快起吧，别弄那些虚礼了。他看着二人郎才女貌，欣慰地笑道：旭儿啊，终于成亲了，真是让姨母好生欢喜啊。宋氏，你过来。宋昭月乖巧地走上前，刚站定，淑妃便将手上的羊脂玉镯子取了下来，给他戴上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现在便把它交给你。宋昭月一听，刚要推辞，长者赐，不可辞。这玉镯他本是要给正妃刘月莹的，但听旭儿说起刘月莹接赐婚旨意时的反常，他就不乐意了。区区一个臣女，竟敢嫌弃亲王。宋氏，今后你要用心侍奉旭儿，早日诞下子嗣，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娘娘放心，妾身定当用心侍奉殿下。一旁裴明旭看着相处融洽的二人，眼里满是笑意。一时间，永福宫其乐融融。午膳后，裴明旭和宋昭月便出宫回了王府。裴明旭将宋昭月送回了院子，就折返前院书房处理事务。梳洗一番后，宋昭月便睡下了。醒来时已是申时一刻，他匆匆换上了一身轻便的衣裳，带着绿珠去了院里的小厨房。宋昭月打算动手做几个菜。俗话说，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先要抓住男人的胃。这些年，他没少被柳氏使唤着做吃食，虽然辛苦，但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小厨房内，宋昭月袖子挽起，绿珠在一旁帮忙，两人配合默契。宋昭月打算做几道拿手菜。姑娘好香啊，您的手艺又精进了。今日第一次给殿下做菜，那必须拿出看家本领。随着最后一道菜出锅，宋昭月轻擦了汗水，命人将菜一道送去花厅。这是？回殿下，这是妾身亲手做的几道小菜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。我试试。兔肉鲜嫩，葱香浓郁，没有半点的腥膻，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。不错，月儿厨艺精湛。殿下谬赞了，不过是些家常小菜罢了。家常小菜能做得这般滋味，已是不易。裴明旭又尝了另外3道菜，都十分合他的口味，心中对宋昭月的评价又高了几分。不愧是他挑的，果然更合他的心意。王爷喜欢就好，以后昭月经常做给王爷吃。不必如此，下厨辛苦，偶尔为之便可。宋昭月的心中一暖，这可是古代，裴明旭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，实属难得。毕竟他这样位高权重的王爷，自小习惯了被人伺候，哪里会想到下厨的辛劳？宋昭月心中对裴明旭的打分加上了几分。能为殿下做饭是妾身的荣幸，殿下心疼妾身，妾身就听殿下的，往后几日做一次，还望殿下赏脸。好，尝尝府里做的羊肉，这是厨子拿手菜，味道怎么样？脆皮烤羊腿的表皮薄脆，羊肉酥嫩，一口咬下去，汁水在口中爆开。殿下，外酥里嫩。那就多尝尝，不过你也别吃太多，当心夜里积食。两人一边吃饭，偶尔交谈几句，气氛温馨。用完膳，二人一步到了下午刚收拾出来的小书房。陪本王下盘棋消消食。好啊，那殿下可要手下留情啊。本王从不手下留情。
宋昭月信心满满的拿起白子，然而几轮下来被杀得溃不成军。他看着棋盘，眉头紧锁，苦思冥想，却始终找不到破局之法。裴明旭看着他苦恼的模样，红唇微嘟，两颊鼓鼓的，像个气鼓鼓的大包子，不由得眼中笑意更浓。哎呀，不下了不下了，这棋盘太凶险了，妾身认输就是了。裴明旭看着他耍赖的模样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这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了整个小书房。门外，这侧妃娘娘进府啊，就是好。这2天殿下的笑容比过去1年的都多。可不是嘛，殿下这几日心情好，咱们这些做奴才的也替殿下开心嘛。哎呀，只希望宋侧妃能一直好好伺候王爷，让殿下呀就这样一直开心下去。他想到后日是宋侧妃娘娘回门的日子，不知殿下陪不陪宋侧妃回门呢？晨光熹微，宋昭月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，身边早已空无一人。殿下呢？姑娘，殿下早起去练武场了。昨夜裴明旭闹得凶险，导致印子今日晨起都未散。姑娘，奴婢伺候您沐浴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姑娘，您别看奴婢还未成亲，其实奴婢呀什么都懂。奴婢只是见识少，所以才好奇。好奇什么呢？宋昭月看着绿洲那模样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奴婢就是好奇，希望姑娘和殿下一直这样恩爱。放心吧，以后等你嫁人了，也会和你夫君恩恩爱爱的。姑娘，您又取笑奴婢。好了，不闹你了，我去沐浴了。宋昭月笑着起身，走进了屏风后。早上后，宋昭月在小书房坐下，绿珠则是拿着一张厚厚的单子走了过来。姑娘您看，这是嫁妆清单。绿珠眼睛都快亮了，递给了宋昭月。庄子2处，铺子2家，田产8顷，还有压箱底的银两。哇，姑娘真是发财了。这可是我们未来的依仗啊！老太太和父亲这次真是大方。待嫁妆单清点完后，宋昭月刚想休息片刻，侧妃娘娘，福公公求见。快，请福公公进来。福顺可是裴明旭的贴身太监，怠慢不得。嘿嘿，侧妃娘娘吉祥，奴才在这儿给您请安了。福公公快请起。谢娘娘。哎呀，殿下命老奴准备娘娘明日的回门礼，这是礼单，请您过目，看看您还需要添些什么。从礼物上看，老太太和父亲的明显更上心，是根据他们的喜好准备的。宋杰明、宋杰熙兄弟俩4只，而柳氏和宋明烟则是敷衍了许多。宋昭月心中明白，这明显差异的礼物，其中给老太太等人的是给她做面子，而给柳氏和宋明烟的分明是暗含警告，警告安阳侯府，警告柳氏等人，今非昔比，如今的他已不是他们可拿捏的。多谢殿下，也多谢福公公细心准备，礼单准备得很好，无需再添置什么了。哎，娘娘满意就好，这些呀都是殿下吩咐的，老奴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。宋昭月点点头，心中对裴明旭的打分又加了几分。只是明日回门，他会陪他一起回去吗？毕竟他只是一个侧妃，